对于灵娥的这一份上进，李长寿也颇感欣慰，最起码他准备了许久的渡劫套餐也不会没有用武之地了。师伯的事暂时也算定下了。李长寿并未多想此事，他回忆着自己在地府之中所见所闻，拿出了几张布帛，将自己认为可以搞到功德的地方细细地写了一遍。巫族自古多憨憨，巫族之中当然有智者，不过普遍应该都不太聪明。这一点从共工与祝融两大祖巫都能被人暗中挑拨到生死搏杀，也能得到些许的印证，让巫族主事幽冥地府丰都轮回，管理的混乱一些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李长寿明白自己现在对地府所知甚少，对幽冥界的了解也有限，自曾经约过，没有情报支持也不能妄下定论。李长寿现在对地府之事就不敢妄下定论，还是要等今后自己需要谋划功德时，去地府先调查清楚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，再狠狠地赚他一笔功德。没办法，功德金身是面对圣人时有效的防护手段之一。生死无小事，生命只有一次，赚功德在李长寿的谋划当中会是今后一段时期为之奋斗的事业。功德这个东西相关于天道的认可，如果不考虑跳出天地之外，那功德自然是越多越好。先搞他一个小意思，再弄他个丈二金身，搞几件后天功德至宝。哎呀，正在盘算地府之事的李长寿突然就哑然失笑。上辈子凡人时逐利而亡，为了让我自己活得舒心一些，轻松一些，也是这般费尽心思。这辈子修行时，虽然多了山中清闲，多了仙路璀璨，多了一些神通术法，多了神仙家眷，本质却是并未变化。大概这就是生灵的天性，而我也一直是一个俗人吧。别人笑我穷周全，我笑别人尸骨寒。哎，这也算是妙句偶得之。实行大业，意外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。回山3日之后，搬去了忘情居的江灵儿悄悄地来了小琼峰上，对正在湖边钓鱼的九九发起了正义突袭，场面一时之间十分的混乱。不甘被镇压的九九奋力反击，最后与江灵儿齐齐落水，引得小灵娥和熊灵力远远的观战，笑成一团。片刻之后，九九抱着根本就掩藏不住的罪恶，坐在树荫中嘤嘤而泣。一旁的江灵儿心情大畅，掐着腰大笑了一阵，随后就招呼灵娥和熊灵力前来，要宣布一件大事。但是江灵儿眼珠一转，先是叹了一口气，言道：那个小九，以后我就不跟你闹了。正在装哭的九九一愣，故作娇弱地擦了擦眼，口中小声道：是你才有鬼。小九，你知道吗？江灵儿仰头看着天空，嗓音有些飘渺清淡，言道：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你其实一直对我这般冒犯，心底有些埋怨，可这是本师叔表达对你喜爱的一种方式啊。不过今后不会了。灵娥顿时有些不好的预感，忙问：师祖，您怎么了吗？江灵儿悠悠一叹，突然又变得垂头丧气起来，口中喃喃道：再也不会了。就连被害人九九此时也是禁不住泛起了少许的狐疑，起身走了过来，捂着麻衣短衫，小声问：师叔，你没事吧？熊灵力小声道：感觉这种情形像是故事里面交代一……呸！灵娥抬手轻轻地打了一下熊灵力，嗔道：师叔，你莫说这般不吉利的话，师祖怎么会出事？顿时九九、灵娥、熊灵力围在江灵儿的身侧，不断地关切地问江灵儿到底怎么了。真民风淳朴小琼峰。
江灵儿抿了抿嘴，轻声问：小九，你难道不怪我吗？九九沉吟了几声，小声道：师叔，你虽然也总是欺负人，但好在你也是女子，跟我一般打闹也没什么，我只是没法反击，所以心底有些郁闷。其实师叔你对我也挺好的。江灵儿的双眼之中满是感动，柔声问：那可以让师叔最后一次再沾沾你的福气吗？九九苦笑道：师叔你别这样，我以后万一想找道侣，人介意怎么办？师叔现在只有这一个心愿。小九，哎呀，九九紧紧闭上双眼，昂头挺胸，咬牙道：我喝醉睡着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好嘞。江灵儿顿时双眼放光，擦了擦嘴角的口水，两只罪恶的小手已经是缓缓抬起了。侧旁的灵娥禁不住一手扶额，就当自己没有看见。大师叔真的被小师祖吃得死死的。正此时一旁传来了轻咳声，李长寿驾云缓缓而来，在远处就笑道：师祖，那树灵伤势如何了？江灵儿动作一顿，随后就翻了个白眼。臭小子，坏我大事儿。不过李长寿已经登场，江灵儿两只伸出去的手只能抬起来，顺势拍了拍九九的肩膀。玩闹归玩闹，江灵儿总不能让九九真的在这方面吃亏，被李长寿看去便宜。江灵儿扶着九九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道了句：以后毕竟要做你师娘了，总不能继续这么跟你打打闹闹。来，小九啊，喊几句师娘来听听。如果不是打不过，我现在肯定扑上去了。等李长寿飞过来，江灵儿在自己怀中摸出了一只散发着浅绿色的玉石，玉石打开，其内一只3寸高的小人钻了出来，有些怯弱地打量着各处。灵娥眼前一亮，这莫非是……嘘！江灵儿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这只是一只树灵，不要多联想。那个，我现在跟九九他师傅感情正浓，也不好总是将他养在忘情居中。长寿、灵娥，本师祖今天交给你们一件大事儿，养好这只小树灵，让他安度剩余的寿元，在地府查着，也就只有不足10年了。李长寿与灵娥面色郑重地点点头，答应。灵娥信誓旦旦：师祖您放心，我们定不会让小树灵受一点儿委屈。这个，江灵儿笑道：树灵终归是跟咱们人族不同，它只有简单的灵智，将它放在一棵树上就是了。江灵儿细心地交代了几句，就将树灵托付给了李长寿与灵娥，随后便一身轻松地驾云而去。可能是感觉这几个人当中灵娥比较温柔一些，小树灵抱着灵娥的手指，跪坐在灵娥的掌心，轻轻闭着眼，不敢面对这个陌生的环境。几张大脸盘子从旁边凑了过来，填补了树灵的所有视线。熊灵力轻轻赞叹：哇，表兄，人怎么能长得这么小啊？这个是灵，李长寿笑道。准确来说，它其实是没有实体的，类似于人之元神魂魄一般。九九也好奇地问了问：这树灵跟你们师祖有什么关系？宠物吗？李长寿尴尬一笑：并非宠物，这是一位师祖好友的转世身，在等树灵寿元耗尽，再送他进入轮回，重新投胎做人。九九恍然大悟，抬手戳了戳树灵那软软的身子，树灵轻轻地呀了一声，抱着灵娥手指的两只小手更用力了一些。熊灵力见状，双眼之中亮起了满满的爱心，两只砂锅大的拳头放在嘴边，大号的娇羞状。哇，树灵好可爱呀！李长寿淡定的一笑，
叮嘱他们几句该如何照看这只树灵，便飘然而去，没有多管。让李长寿没能预料到的是，一般树灵都是引朝露吸灵气，他们家这只新来的树灵没过几天就学会喝大酒吃大肉了。李长寿再见这小树灵时，后者穿着小小的仙裙，在熊灵力的肩头坐着，小口一张，颇为凶残。如此春去秋来，夏华冬临，山中修行，又是7年岁月在指尖不经意间划过。渡仙门内的渡劫热潮已经开始，预计还会持续10年左右。李长寿找了一个机会外出逛荡一圈，不小心度过了成仙劫。渡仙门门内对此表示庆贺，而近来闭关养伤的掌门还命传功长老将无为经下半部分给了李长寿，只可惜李长寿现在根本不敢多看，再看斩道境也将无用了。他的身份也正是从门内仙苗变成了新晋仙人，藏在了数量更多的普通门人之中。随着四海乱局，西方算计，天庭崛起，李长寿这一层渡仙门普通门人弟子的伪装分量越来越重，绝不可以随意摘下。正当李长寿推算西方应该又到了搞一波事情的时间点，一件与他密切相关之事正悄然发生。天庭凌霄宝殿，白衣青年单手撑在白玉案上，拖着下巴，有些无聊地盘弄着几只先天灵宝级的宝珠。天下多事，天庭无事，励精图治，无神可治。当代天地前期生活录，一心想做一个受万灵敬仰的天地，但前后左右站着6座大山，让他的神圣光辉根本照耀不到天地内外。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现在这般情形完全就是巧地难做空神之主。这天庭仙道已经种蟠桃，养神鸟，盘5星宝珠什么的了，上岗养老，随时退休。启奏陛下，东木公在殿外求见。突听殿外有人上奏，白衣青年立刻坐直身体，收起宝珠，清了清嗓子，拿起了一册的奏表，打开看着里面已经快要倒背如流的文字。宣。殿外，东木公低头迈上道白玉阶梯，抬头看脸高台之上的情形，目中满是欣慰。玉帝陛下当真是勤勉呐！老臣拜见陛下。穆公不必多礼。白衣青年露出了几分淡定儒雅的微笑，目光从奏本上缓缓挪开。穆公行色匆忙，可有要紧之事？东木公拿出了一份奏表，躬声道：陛下，您之前所交代的100年内南赡部洲东南部水文气候变更，老臣已做好了。丰年占3成，常年6成，灾年半成，另有半成留空。呈上来。是。东木公向前走了2步，将奏表用仙力托举，送到了玉帝驾前。白衣青年仔细地看了一阵，很快就点点头，笑道：穆公做事，吾自是放心的。言罢，白衣青年将这奏表放在一旁，又禁不住抬手打了个哈欠。东木公忙道：陛下，您平日里也应多休息，可不能太过劳累，天庭还要靠您撑着呢。那白衣青年笑了笑，将话题轻飘飘地引开。穆公，近来四海可安否？龙族之事依然未停，四海生灵死伤无数，生灵怨气曾余下3重天化作灰云，惊扰了一些天人。龙族这般动荡下去，四海始终难安，终究是个隐患。白衣青年面露思索，随后便轻声叹道：这也是吾此时无法管束之事。龙宫之事背后有圣人算计，只能如长庚爱卿所言，步步为营，顺势而为。陛下英明。那白衣青年放下手中的奏表，笑道：穆公，长庚爱卿的正神旨意
现在您的如何了？东木公忙道：老臣3日前刚去看过，按陛下您的意思，已是第3次增添功德之力，并暂停了其他同时凝聚的2道旨意。这个再需3年，这道旨意大抵就该好了。3年。玉帝的眼底带着少许无奈，轻声一叹：我还要等3年才能让长庚爱卿入天庭解闷。出谋划策。东木公眨眨眼，感觉刚才像是听到了什么，但是又不太确定。陛下嘴瓢了吧？应该是劳累到嘴都瓢了。陛下，海神道友也日夜盼着能来陛下身前效劳。行了，木公，你这是收了长庚爱卿多少好处，每日都在给他说这般好话。长庚爱卿对天庭而言有多重要，吾心底自然知晓。你这般好话其实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画蛇添足了。东木公的额头顿时沁出了少许冷汗，连忙低头俯身行礼，高呼：臣知罪。他突然想起来，最近和20-30年，海神确实有提醒他，不必再在陛下面前美言了。海神连这都摸透了。东木公心底一阵无奈，同样是天庭为臣，他当真是有些羞惭。好在玉帝陛下只是轻笑着提醒了一句，就让东木公自行退下，并未多说其他。长庚，白衣青年口中喃喃着，取出了一张金文布帛，在上面写下了这2个字，又在一旁写下了其他几个词：人、乌、龙、太清。吾这个爱卿还真是越发看不透，到底是何许人也？白衣青年轻喃着，手掌在布帛上一挥，其他的字迹消失不见。随之他起身，结束了在凌霄宝殿的坐班，不用侍卫，不带侍女，只身一人踩着一朵金色的云朵，走在专用的云路上，朝天庭云海之中一处仙岛而去。